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3月份的第一周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咱们抓紧一起来看一看。一周槽点，看看科技圈有哪些值得你吐槽的地方。我们现在开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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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呢在力推自己的 Windows 11，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系统呢就是交个朋友，主要呢是系统里面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包括微软自家的 Office 软件，包括 Edge 浏览器，包括微软的软件商店，这些才是真正盈利的大头。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媒体发现，在微软的官方商店当中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程序，这个程序的名字叫做KMS 批量激活。知道 KMS 服务激活的同学打个1啊，完全没听过啊，根本没用过，完全不了解你主播在说什么的同学打一杠。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刚看着这条消息的时候我都惊了啊，什么情况？这不是小偷跑到警察局里边摆摊去了吗？这怎么想的？这是很多网友评价是，这好家伙啊，这个软件开发者胆儿真大，一个敢送审，微软这边心真大，他居然敢上架。那么这边给不太熟的同学呢，简单聊一下啊，反正就是如果你在网上搜 KMS 3个字，通常呢后边有一大堆的搜索结果都会告诉你啊，我们的 KMS 可以免费激活你的 Windows 10、Windows 11所有 Windows 的正版软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它能够让你那个没花钱的 Windows 变成正版。大概就是这情况，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有什么想法？我就想问，这个工具是怎么通过微软官方商店审核的呢？这个微软内部有坏人呢？不开玩笑啊，这里边呢恐怕咱们还得说点额外的事情，分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大家应该回忆一下啊，早年间有过那叫大客户批量激活，比如说给一些学校、政企单位，一般我一下子装数百台机器，那么运维人员要一台一台的去激活 Windows， 他累得半死，所以有这么一个批量激活的工具呢，可以让你快速的把所有的机型激活，或者有一些什么批量激活码等等等等。KMS 工具就是在 Windows 10这个时代里边活跃的批量激活工具。不客气的说，它往往和盗版挂钩。当然，这里边咱们明确的要说另外一件事情啊，批量激活呢，其实也是微软认可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说你必须一个激活码或者是电话或者是邮件才是正经的激活，批量激活就是违法的，不是。其实批量激活也是正版激活的方式之一。那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在于微软有没有真的给你授权。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某些电商平台上面经常会有5块钱立刻叫您正版激活的服务。经常会有同学，我为了省心啊，就花5块钱去某电商平台买这么一个激活服务。其实 KMS 服务和这个也差不太多，那区别在哪儿呢？虽然都能够抹掉左下角右下角的水印，虽然也能够后续的升级，但并没有给微软付钱，微软也没有把这个授权给你。我们再说的直白一点， KMS 批量激活它是一个激活工具，激活之后你的盗版仍旧是盗版。哎呀，看完这条新闻还是不得不感叹一句啊，微软格局真大啊！下一个，过去2年，由于美方的制裁呢，华为的境况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啊，相当的困难。那么原有的麒麟处理器呢是用一个少一个，那么最新发布的机型呢，不得不去使用来自美方的高通处理器。那之前呢，还有很多同学比较纠结，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去再买华为的 Mate 40系列。很可惜啊，如今都只剩下4G 版本的了啊，让我买完之后总觉得有些纠结。这些纠结的同学，你们现在有机会了。什么意思呢？华为在本周3月3号正式发布上市了麒麟9000L 版本处理器的华为 Mate 40E Pro 5G。重复一下，这是华为推出的 5G 新品手机，同时它搭载的是麒麟9000L 处理器。那么当时那些后悔的同学，现在你可以考虑一下了，我们可没瞎编，这是华为的官方商城，在官方销售页面上有着非常明显的 5G 字样。
我估计老美那帮家伙一看都懵了啊，不是没有麒麟9000了吗？怎么又来了？给他们吓坏了是吧？当然这里面呢还是要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麒麟9000L 和麒麟9000呢还是有些差别的，在核心数方面呢会少2个，当然它还是5G 机型，不过呢还是要明确的说，麒麟处理器呢确实只有一些存货，肯定是用一台少一台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华为未来在芯片的研发制造方面呢能够实现自主化，尽管这是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那么下面要说一些严肃的话题。在过去1周呢，互联网圈或者是科技企业里面呢，有年轻人离开了我们，还是让人非常遗憾的。在2月末，字节跳动确认呢，28岁的员工离世，他是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离世，确实相当的令人遗憾啊。那么后续呢，也有相当多的消息在社交媒体被曝光出来，包括他的妻子啊，自己还每个月有很多的房贷，不得不让人非常的感叹啊。可能呢，我们在大厂有了一份丰厚的工资和很好的预期的未来，但假如我们的身体支撑不了的话，那所有的这些未来呢都变成没有了。来问大家一下啊，你最近一次检查身体是在几个月前？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无论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你可能代表着你自己的家庭。如果你结婚了的话，那就代表着2个家庭。保护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还有同学说这个打工人呢就是这么悲惨，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不只是打工人。那么在上周呢，同样有一条令人遗憾的消息。目前全球市值排名第1，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拉的儿子，名字叫做扎因·纳德拉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呢是2月28号，去世的时候年仅26岁。其实呢，可以想见啊，作为全球市值排名第1的微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么他的孩子呢，应该是有着比较好的治疗的。但是呢，我们人类在病魔面前其实还是非常渺小的。虽然我们都向往着去探索宇宙啊，但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可能都没搞明白，还是很遗憾的。即便你生在大富之家，如果你的身体不好也白搭。所以呢，还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本周呢，工信部发布最新的要求呢各大软件厂商啊要改掉自己的一些陋习。是什么陋习呢？不知道大家在上网的时候用手机刷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搜一条新闻，搜完了新闻之后，出了一个详细报道答案，点开之后看，刚看完第1页，第2页马上出来一个按钮，这个按钮上面显示的是想看完整新闻，请点击下载叉叉新闻 APP。如果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同学可以打个1，从来没遇到过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怎么样。那么工信部呢给出了最新的要求，未经用户同意不得自动或强制下载 APP， 没有合理正当的理由不得要求用户不下载就不给看或者不让看全文，不得以折叠、主动、弹窗、频繁提示、降低体验等方式强迫误导用户下载 APP。 现在呢已经是2022年的3月份了，在这里呢给工信部的各位领导拜个早年，辛苦了，办实事，谢谢。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呢，我还是觉得呀，虽然我成天吐槽 iPhone， 但是呢，你不得不说啊 ，iOS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虽然它也跳，但是呢，它跳的是苹果的 App Store。但如果你要使用安卓手机呢，你点完一下子，它直接后台下载了，你还不知道咋回事，那边软件都装完了。安卓阵营这些厂商啊，你们可长点心吧。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苹果呢终于宣布在本周3月9号凌晨将会带来新品发布会。那么关于这场发布会呢，我们有几点想要总结的。从 iPhone SE 2发布至今已经2年过去了啊，长达2年的 iPhone SE 3发布会终于在今天凌晨正式结束了，一切猜测呢都尘埃落定了。那么今天呢已经是3月10号了，为期2年的 iPhone SE 4发布会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始。不开玩笑了啊！那么大家更期待的呢，肯定是在7个月以后发布的 iPhone 14。而从本周最新爆料出来的消息显示 ，iPhone 14呢很有可能会采用以下的设计，那就是一点一横叹号设计，在屏幕上方的感光摄像头以及原生感传感器构成一串挖孔，也就是采用单挖孔加药丸的设计。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呢？如果真的是这个设计的话，你会喜欢什么样的 iPhone 14呢？是喜欢现在的刘海屏呢，还是喜欢在上方加一横呢？
来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看到这张图啊，我个人觉得啊，确实还是槽点满满。虽然呢，它的信息源来源还是挺切实的，但是你看一下，你说这一个挖孔加上一个圆点，中间非要空出这么一小块来，这么一小块能显示啥呀？我感觉还不如把中间这一块直接给它填上，变成一个长条挖孔，长药丸不就完了吗？那又有同学会说了，你连上又有啥用啊？那你上方就这么一轱辘条，这个位置一条显示，它又能显示啥呀？这一条能显示啥？那你说看着不更闹心？这看来看去啊，还不如现在的 iPhone 13刘海屏了，是不是？要不怎么说13香呢？早就告诉你了，刘海才是一切设计的最终归宿。OK， 这就是我们一周槽点的所有内容了。不知道你觉得过去一周过得怎么样呢？可以把你自己的心情啊，满分10分啊，如果从郁闷的0分到高兴的10分，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一周槽点，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